闪电侠惊现2大奇迹，一为艾瑞斯得病坑死主治医师，二为闪电侠御天术踏空而行。不看进度条的话，我以为这是大战前兆，没想到是下集预告啊！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。忠诚火了，不是因为闪电侠，而是因为黑火一直在杀人。当小队发现罗尼也被困于黑火之中时，大家选择了从警救人。预料之中却是情理之外，黑火又耍了闪电侠小队，拿到了量子拼接器的他摇身一变成了死亡风暴。死亡风暴诞生于起点中的虚无，在这茫茫宇宙中，生命的存在是他认为最不该的存在。如今死亡风暴变得完整了，已经超越了死亡，他非得报答一下凯瑟琳，好让凯瑟琳知道什么叫爱。死亡痴汉竟对女孩做出这种事儿，闪电侠马上赶到发起电击，却不料招数落空，死亡风暴毫发未损。临走前撂下狠话，再见面时要所有人的命。凯瑟琳受到惊吓和刺激五五开，前夫非但没有救回来，还养了一个大爹当反派呀。白瑞刚刚的闪电攻击根本伤不到死亡风暴，就好像一根火柴丢进了大海。死亡风暴太善于心机，那到宫中最少是个贵妃呀。他从头到尾都在利用凯瑟琳，好让他改造出量子拼接器，还自己一个完整体。可他已经得逞，又为何揪住凯瑟琳不放呢？这便是闪电侠小队需要找出的答案。冰霜对凯瑟琳做出保证，想要动自己姐妹，得先过他这关。白瑞现在压力有点小大呀，艾瑞斯出了事，凯瑟琳又身处险境，还有一个死亡风暴威胁着人命。正当他一脑子乱团时，苏发来了短信，被裂了的艾瑞斯突然回来了。白瑞这才知道，艾瑞斯的10年大病到了晚期，可以说随时会把身边的人给裂了。缇尼亚为母亲报仇，反手给艾瑞斯裂了的时候，静之力却在一瞬间保护住了艾瑞斯，这才让猎马侠被裂了却又没有完全被裂。得力于美剧的片名，白瑞也不怕这病啊，他想怎么碰就怎么碰。艾瑞斯如此担心还是有原因的，患上10年大病后，他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现在和过去，可看瞎了眼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，就好像自己随时会嗝屁一样。白瑞知道这事儿得找原力医院静之力科的大夫迪恩复诊，而就在他们等待时，死亡风暴再一次出手了。死者是一名孤独的花家老人，白瑞接到警局的消息后就前往了现场，苏只能舍命陪君子，跟艾瑞斯等着迪恩到来。两女决定先点个外卖。等到了晚上，迪恩终于现身了。作为静之力本力，迪恩能够看到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但现在关于艾瑞斯的未来他也看不到了，以至于迪恩都不能随时随地的找到艾瑞斯，这也是花费了1天时间找他的原因。结果现在迪恩也被传染了，在解决艾瑞斯的问题之前，他需要去找神速力几个大哥大姐治病，所以需要艾瑞斯居家隔离拖延时间。这次迪恩留了个心眼儿，把一部分力量留在艾瑞斯体内，当做 GPS 定位他的位置。可随即迪恩感到一阵不适，静之力居然也被裂了。回到白瑞这边，警局同时接了3个电话，都有目击者称看到了骷髅模样的怪物。办公室里，闪电侠和乔来见了克里斯汀，死者日增9位，情况还会继续加重。警局里电话还在响个不停，命案还在发生，悲伤的人更容易被当成目标。克里斯汀已经有些束手无策了，对抗罪犯他有办法，可这种超越认知的生物，警局是没有办法处理的。3人最终决定由闪电侠去寻找解决办法。乔和克里斯汀控制群众，尽可能保护起城市里所有悲伤的人。Now, Martinez, send out a citywide lockdown alert. We need everyone off the streets. Martinez, let him through. 中城警局还惊现了戈登的手下马丁警员。实验室里，众人在想办法定位死亡风暴，但由于它的特殊性，还没有任何追踪办法。白瑞心生一计，既然死亡风暴喜欢吸食人类的悲伤，那不妨利用塞西尔的共情能力，毕竟悲伤也是情绪的一种，只要把他的能力与实验室的设备相连接，就能像雷达一样定位死亡风暴的无尽悲伤。副作用是塞西尔会承受很多情绪，人肯定会相当痛苦，但他愿意一试。冰霜现在是寸步不离凯瑟琳，整个中城都被封锁了，百姓为他的错误买单。凯瑟琳心头过意不去，也伴随着许多痛苦。7年前他失去了一次罗尼，7年后他又一次失去了罗尼，而冰霜永远都会站在凯瑟琳的角度思考，也永远会为凯瑟琳分担忧愁。说话间，塞西尔这边就已经准备好了，随着他愈发专注，雷达也在搜索整个城市的悲伤，可信号却定位在了实验室，这代表死亡风暴就在这里。只是一个电压不稳的瞬间，塞西尔就被死亡风暴上身了。他直言闪电侠浪费时间，这种伎俩对他无效，死亡风暴只会出现在自己该出现的地方，只要他不愿意，就没有人能找到。想让所有人活命的办法就是交出凯瑟琳，不交出来也无妨，他会亲手抢过来。闪电侠与其对话火药味十足，两人眼里都是凶狠之色。说完，死亡风暴就下了身。
刚才那一刻着实给塞西尔吓得不行啊，他能感受到一切，可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死亡风暴的意志相当强大，可谓是不得到凯瑟琳誓不罢休。与此同时，阿莱格纳见到了死去的妹妹，他不相信还魂诈尸这种东西，所以清楚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死亡风暴营造的假象。在丢了几句垃圾话之后，阿莱格纳动手了，侦查影响了整个实验室，白瑞他们检测到了强烈的光谱爆炸。众人瞬间就联想到了阿莱格纳，等他赶到时，阿莱格纳已经倒在了地上。女孩坚信自己看到了死去的妹妹，也知道那都是假的，可对方却真真切切的和自己对了波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死亡风暴为何针对阿莱格纳？迪恩被猎了之后，艾瑞斯这边就没有什么能做的了，他只感觉到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和一个人相处时间长了就会被对方同化。艾瑞斯的时间大病突然发作，苏熟练地开启了 talk 模式。I can't fight it. Hell yes you can. You know why? 我不知道啊。很可惜，他成功了。艾瑞斯的症状马上就缓和了，追踪不到敌人的位置，让白瑞有些坐立难安。乔迪塞尔便在此时出现，为其解惑。回想起曾经对抗过的每个敌人，他们都不是善茬，还都让小队陷入过绝境。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呀。面对困难，得相信自己，所做的准备远比想象中的要充分。凯瑟琳和冰霜同时感觉到了异样，那感觉就像是有人在盯着自己。冰霜巡视四周，也没有看到任何身影，却在回头的一瞬间被死亡风暴袭击了，当场就陷入了昏迷。而凯瑟琳则在尖叫中被挟持掳走。得知消息的白瑞立刻让阿莱格纳去照顾冰霜，他则是全速追向了死亡风暴。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差距也是天差地别。闪电侠想追上对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他想起黄金战靴的成分是可以利用动能的，自己奔跑时产生的电流同时也是动能，两个相等的能力撞在一起就会像墙壁一样坚固。白瑞当场施展起了御电术，就在逼近死亡风暴的那一刻，对方却突然消失了，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维度。等他凯瑟琳再次出现时，来到了中城之外，4个围观群众当场就被烧成了干炭，他们心中的悲伤也成了死亡风暴的食物。原来他千里迢迢来到地球，是为了改造凯瑟琳，好让她成为自己的老婆。卫星很快定位到了凯瑟琳的位置，闪电侠眨眼间抵达现场。现场除了4具尸体，只剩下魂不守舍的凯瑟琳。死亡风暴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。据凯瑟琳说，死亡风暴认为时机未到，所以就放过了自己。他本人除了细胞重生速度加快了之外，其他方面和普通人一样。明显啊，死亡风暴想把凯瑟琳也变成超越死亡的存在，俩人再组一对超越死亡的 CP， 并且得知死亡风暴也有自己的家乡，这个理由让白瑞他们五味杂陈呢。总而言之吧，死亡风暴还会继续吸食人类，强化自己。直到时机成熟，可以真正改造凯瑟琳。白瑞和冰霜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在对方动凯瑟琳之前，先反击死亡风暴，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闪电侠小队，还是 family 啊。We're more than just Team Flash, we're a family. And if anyone tries to hurt a member of this family, we do whatever we can. 谁敢动他的 family， 谁就让车撞死。在白瑞追击死亡风暴时，他看到了起点，那是死亡风暴的逃生路线。显然对方已经掌握了维度空间的打开方式，起点既是物质的汇聚点，更是死亡风暴的力量来源。切斯特在剧中就有一个作用啊，当白瑞他们纠结于1+1等于几的时候，切斯特就会跳出来说，我想到了，我们有一台计算器。切斯特最早就为中城带来过一次黑洞，当时小队将黑洞的能量吸进了强化室，只要加以改造，让吸收变成释放，就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了。但需要一个载体来承受这些能量，强化室终究只是起到了稳定的作用。冰霜自告奋勇，他的能力与死亡风暴类似，都是在冷聚变的基础上产生的，而黑洞刚好是聚变，似乎这一切都是注定好的。冰霜存在的原因就是守护凯瑟琳，这就是他活着的理由。众人决定用这招对付死亡风暴这个沙滩之子。 Let's extinguish the son of a bitch. 裂天裂地的艾瑞斯睡起了大觉，他也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，便四处寻找，回头却和艾迪撞了个正着。这招拍闪电侠版的招魂啊，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。可恶，竟然是下集预告啊！有一首歌可是很大呀，既能表现出死亡风暴与凯瑟琳超越死亡的爱情，又能为闪电侠的御电术增添一番玄幻。
在这集开头的回忆里，希斯科来了把模糊客串，而猎马侠再次封神，作为病人，他把医生给看死了。最近的闪电侠可谓是艰难曲折呀，有的人遇电术，而有的人却是遇瞪术啊。总的来说吧 ，DC 这边就只能膈应粉丝了，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漫威工作室却在恶心所有人，有1400万零605种可能活下去，而他们却选择了唯一的一条作死的路啊。明日传奇被砍却是一大遗憾，可能厕所台的重启也不会太远了。超路扛起大旗的时刻到了呀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